大家好，我是米妈。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款超级大的那个泰国玫瑰的做法，很大。你看，我们可以把它捧在手掌心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好看。我们这款泰国玫瑰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它的组成部分，它呢是由3片小的花瓣，然后呢再是4片中号的，然后再是5片大号的。再呢是2片小的叶子，1片大叶子，一个花托，这样子组成。等下呢有基础的小朋友的话呢，我们可以截图一下，这是我做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截图一下，看一下我往上挪咯。好的，截图一下，然后我们开始呢是从花瓣这里开始讲解，大家忽略线的颜色跟粗细。我们呢，先开始钩织这个小叶片。我们看一下，所有的花瓣的话呢，就是前面6圈呢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后面呢是不一样的。我们呢开始往下钩织，小叶片开始钩。我们颜色的话呢，就是材料包里面会是一个最深的颜色拿出来，小叶片是由深到浅的。然后我现在录制视频的话呢，颜色是随机的，大家忽略我线的颜色跟粗细。好，我们拿出这根线。先绕过小拇指，再绕过这3个手指，手这样捏住它，拿起我们的钩针。钩针的话呢，大家看一下，材料包的话呢，会送这种双头的一个钩针，用我们粗的这一头钩针钩织就可以了。我现在的话呢，习惯用自己的钩针来进行一个钩织。这个是一个可钩的一个钩针，特别好用，大家入坑了之后可以考虑。好，我们呢这样子绕线绕过来之后，手捏住这里，然后把钩针呢放在这个线的这一边，绕线，钩针头往下压，拉过这个线圈，拉过来之后，记得这个钩针头稍稍往上提，更容易拉过来。然后这个手记得一定不要太用力的往外撑。这样拉紧的话呢，这样往外拉的话呢，钩针上这个线圈呢会很紧，然后这样子你线根本就拉不过来，这样根本就拉不过来，一定要记住，不要太用力的往外。新手朋友可能很容易这样子很用劲，然后越钩越紧，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好，我们稍稍往上提，然后就让它固定在这里，不要再往外咯。这样稍稍往上提，钩针绕线，钩针头往下压，拉过来，这样子算是一个起立针。起针钩好之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线圈呢稍稍这样子往上提一下，就这个线圈呢要比我们的这钩针上这个线圈呢稍稍要大一点，这样才更好钩一点。钩针穿过这2根线，绕线，拉过来，钩针上有2个线圈，我们钩的时候发现没有，都是稍稍往上提一下，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是更好钩一点。再钩针绕线，一次性拉过来，就是等你熟练了之后的话呢，你的松紧度可能掌握的更好一点。然后新手朋友的话，可能你稍稍钩的松一点的话呢，可能会更好掌握一点点。好，这样子是一个短针呢就钩好了。一个短针钩好之后，一共我们是钩5个短针。继续钩针穿进去，绕线，拉过来，钩针稍稍往上提，让它呢每一针呢都是差不多一个同样的高度。再钩针绕线，一次性拉过这2个线圈，这样子2个短针呢就钩好了。一共是钩5个短针，拉的时候我们都注意一下，钩针头都是要往下压一下，这样更容易的把它拉过来哦。提一下，绕线拉的时候，你看到没有？我都是这样往下压啊，不要嫌我麻烦，因为有基础的你就看我的图解来直接钩就好了。我们现在主要是跟我们的新手朋友一起把它完成。好，3个短针，绕线，这样往下压。再稍微提一下，绕线，拉过来，4个短针了，继续，稍稍往上提，拉过来5个短针了。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针数啊，就是交扣这里呢是第1针，1、2、3、4、5，这样是5针。你也可以呢，在我们的最后一针这里呢，也给它扣上一个交扣。这样子的话呢，你可能不容易呢，就是针数呢弄错，这样子。
好嘞，我们把它拉紧，给它一直拉就好了，这样子拉到不能拉为止就可以咯。然后这根长的线呢，继续在手上绕过小拇指，再绕过3个手指，捏住。在我们第一针，也就是扣记号扣这个位置呢，给它钩引拔针。这里进去，这里进去，给它钩引拔针。引拔针的钩法，我们钩针这样穿过来之后，钩针再绕线，钩针头往下压，把它这样子拉过来。拉过来的时候，我们看钩针上是不是2个线圈了？然后钩针头再这样子往下压一下，用前面的线圈继续拉过后面的线圈。这个呢就是引拔针的钩法。引拔针钩好之后，大家看一下，这里呢。就是这个是松松的这个针目呢是引拔针，这个针目呢是不算针数的，所以的话呢，我们要给它拉紧，这个是拉紧，这个是不算针数的。再钩一个起立针，起立针的话就是辫子针作为起立针，钩针绕线，拉过来，钩针稍稍往上提一下，这样稍稍往上提一下，然后引拔，我们起立针钩好之后呢，在第一针的位置，我们看一下。主要入针位置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哈，就是我们刚刚扣记号扣的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这样子穿进去，这边看呢是这个样子，上面看的话呢是这样2条线一起穿过的，然后我们看这一边呢是这个样子，大家看清楚了，第一针的入针位置就是我们扣记号扣的这个位置哦，在这里要钩上第一个短针，我们穿进去。穿的时候呢，一定要把线圈呢全部都穿透，这样子，整个线给它这样子穿透，两边这样子哦，穿透它。然后这根线的话呢，可以放在钩针的上方呢，我们一起把它收进去，再钩针绕线，拉过来，稍稍往上提一下，绕线，一次性拉过来，这个就是第一个短针呢，在这里就钩好了。钩好之后呢，我们在第一个短针的位置呢，给它扣上一个记号扣。就是这里给它扣上一个记号扣，第2圈的话呢是全部钩加针，是5个加针。加针的意思的话呢，就是在同一个位置钩2个短针就是加针，就是我们刚刚钩短针的这个位置呢，我们进去在这里再钩一个短针，这样就形成了加针。好的，位置进去，再钩一个短针，形成加针。然后呢，下一个针目我们看一下，就是这样子整个 U 型穿透就好了，这边就是这样子穿过来，上面是2根线，这边呢是这样子。好，我们看一下，这是入针位置，穿进去，然后这根线的话呢，继续放在钩针上方，给它收一下，钩短针，然后同一个位置进去，再钩一个短针，形成加针，这样子2组加针呢就完成了。好，下一个针目，短针，同一个针目进去，再钩一个短针，形成加针。好嘞，再进去，下一个针目了，一个短针，再下一个针目。在同一个针目再钩一个短针，形成加针。好了，记号扣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针，最后一针给它拿下来，穿进去，短针，同一个位置进去，再钩一个短针，形成加针。这样子我们第2圈的话呢就做好了。第2圈钩好之后，一共是10个短针，大家可以数一下针数。这样一个 U 型一针，大家数针数，数对了之后，我们继续往下。然后呢，可以在最后一针呢给它扣上记号扣，这样子扣上记号扣的话呢，可能你就不容易出错。大家看到没有？我钩完之后，很多新手朋友会发现就是最后一针跟第1针这里好像有一个开口。看起来好像就是这里好像还有1针，这里还有1针，好像有2针的样子。其实呢，这个呢都不算针数的。这个呢是我们刚刚的引拔针拉紧了，其实你拉紧之后呢，它不太容易穿进去的。这个呢是起立针，这2针呢是不算针数的。大家呢这个开口就忽略它，不要
不要想它就好喽，不要纠结，没关系的。还有的话呢，我们这里收线圈收了一圈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个线呢给它这样子剪断好了，免得它呢碍事。这个开口哈，这个开口给它忽略，我们直接呢跟第一针这里做一个引拔连接就可以了。这样子穿进去，引拔针还记得吗？钩针绕线拉过来，有2个线圈了，用前面的线圈继续拉过后面的线圈，拉过来。这个引拔针呢是不算针数的，所以我们要给它拉紧。再钩一个起离针，钩针绕线拉过来，起针钩了之后呢，这个线圈可以稍稍留大一点，因为这个呢是下一圈的第一，等下钩下来的是第一针，然后我们可以好钩一点。然后在刚刚引拔的这个位置，看一下第一针的位置，大家一定要看仔细哦。就是我们刚刚扣记号扣的这个位置呢，要给它呢钩上第一个短针，这里进去钩上第一个短针，第一个短针钩好之后扣上记号扣。我们现在呢是第3圈了，第3圈呢是一个短针一个加针，这样重复5次。我们短针这里在第一针这里钩短针钩好了，然后我们在第2针的这里呢开始钩加针，这里钩加针，加针，加针钩好之后呢，下一针是短针，这个针目呢是短针，再下一个针目加针。大家钩到这里的话呢，可能发现我们钩织真的是没有那么的难。如果能跟到这里的话，我感觉你已经差不多能成功的会把整朵花钩好了，因为都是差不多一个重复的动作。好，一个短针一个加针，我们把这一圈呢给它钩完。现在的话呢，就是没有什么技术的难点了。大家能钩到这里的话，证明你就很棒喽。一个加针。我们呢，就是把一个一个这样子，就是按照图解这样子钩下来就可以了。一个短针，一个加针，一个加针，再一个短针。好，最后一针呢是加针哦。这样子是加针，钩好之后一共是15针，大家可以自己数一下针数，对了之后继续往下，可以给最后一针呢扣上记号扣，然后我们同样的跟第一针这里呢做一个引拔连接，拉过来，用拉过来的线继续拉过钩针上的线圈，拉紧，再钩一个起立针，线圈稍稍留大一点，在引拔的位置钩上第一个短针，第一个短针钩好之后的话呢，我们给它扣上记号扣。我们现在第4圈喽，第4圈的话呢是2个短针一个加针，2短针1加针，很多新手朋友会问有什么区别？2短针的话呢，就是说第一个短针钩在这个针目，第2个短针呢钩在下一个针目，2短针所占的针目呢是2个，然后呢再接下去1加针的话呢，就是在同一个针目里面钩2针，这样子。好嘞，我们继续，一个短针钩好了，然后在下一个针目这里钩第2个短针，然后呢在下一个针目这里要钩加针了，短针钩好之后呢，同一个针目再钩一个短针，这样子呢就是加针了。2个短针1个加针，这样所占的针目呢是3个的，就是前面2短针各占1个针目，然后最后一个加针，这2个短针呢是钩在1个针目里面。好嘞，我们继续下一个针目一个短针，再下一个针目第2个短针，再下一个针目这里要钩加针，钩加针。好嘞，再继续下一个针目一个短针，再下一个针目第2个短针，再下一个针目加针。继续哦，
短针，第2个短针，再加针。好嘞，短针，下一个针目，再第2个短针。好，交扣拿下来，这个呢是最后一针，我们要在这里勾加针。勾加针，加针勾好之后的话呢，在最后一针这里给它扣上一个交扣，这样的话呢，可能你就发现不管它就是这里的开口有多大，你都不用管它，直接呢跟第一针这里做一个引拔连接就可以了。拉过来，用拉过来的线继续拉过钩针上的线圈，拉紧它。勾一个起立针，钩针绕线拉过来，线圈稍稍留大一点点，然后在我们刚刚引拔的位置勾上第1个短针。第1个短针勾好之后呢，给它扣上交扣，再继续喽。我们看一下，现在已经勾到了我们的第5圈了。看一下看一下就知道了，1、2、3、4，已经4圈勾好了。我们第5圈了。第5圈的规律呢是3个短针1个加针，我们是依次往上递针的。1个短针勾好了，我们继续2，下一个针目3个短针，3个短针勾好之后呢，1个加针。1个加针，大家勾到这里的时候，这个织片呢，其实有一点点向里凹的，我们可以往身体的反方向呢，给它这样对折一下，这样子织可能更好织一点。好嘞，1、2、3，3个短针，1个加针，继续1、2、3，加针，1、2、3，加针，继续哦，1、2、3，加针，加针。好嘞，勾好之后的话呢，我们同样的在最后一针呢扣上交扣。第5圈勾好，一共是25针，自己可以数一下针数，对了之后继续往下哦。然后我们把交扣拿下来，开始勾第6圈了。拉过来，拉紧，再勾一个起立针，稍稍留大一点线圈，第1针位置勾上第1个短针。我们第6圈的规律呢，其实是6个短针，4个短针1个加针了。为了让那个加针的位置错开的话呢，所以我们要先勾2个短针1个加针，然后呢，就是把这4短针的话呢，分成在前面2个短针跟最后2个短针这样子给它错开位置。好，我们看图解来勾就好了。1个短针勾好了，然后呢，继续勾第2个短针。第2个短针勾好之后的话呢，我们在这里要勾加针，加下去呢是4个短针1个加针，这样重复4次。1个短针，2个短针，3个短针，4个短针，再加针。继续哦，1个短针，2个短针，3、4，加针，加针，再继续，1、2、3，不要着急哦，4，加针。我们继续往下勾，1、2、3、4、
加针。最后呢还剩下2针，就是钩短针了，一个短针。好，胶扣拿下来，第2个短针，然后呢把它呢我们看一下，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第6圈呢就钩好了。钩好之后一共是30针，大家看一下，我们到这个位置的话呢，先给它暂停。大家看一下，这里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这是一个通用的部分，到第6圈为止是一个通用的部分，不管是小花瓣、中花瓣或者大花瓣呢，都是一样的。这个部分我只录一遍，到时候呢，我视频会接下去，大家呢这一块的话呢，任何花瓣呢都是这样子，按照这个步骤呢，给它做下来哦。好嘞，我们现在开始录制小花瓣喽。我们可以把我可以把图解放在这里哈。其实我的图解呢做起来的话呢，就是这边的话呢就是一个符号，大家熟练了之后，可能看符号的话呢会更加直观一点。如果说是新手朋友的话呢，可能就是我给他这样子用中文表示的话呢，你看起来可能更加的好理解一点。所以的话呢，就是条件允许的话呢，我都会给他这样子2个放起来。好，我可以把它放在这里，大家可以对照来钩织。我们现在是小花瓣，小花瓣的话呢，我们先印把给它印掉，跟第1针这里做一个印把连接，拉过来，用拉过来的线继续拉过钩针上的线圈，拉紧它，这里都是一样的哦。然后呢，钩一个起立针，线圈留大一点点，在第1针位置钩上第1个短针。因为小花瓣的话呢，我们先是钩11个短针，我们自己看着图解一步步往下钩，先钩11个短针，一个短针我们钩好了，继续往下钩就好了。一个针目一个针目钩下来，2、3、4、5、6、7、8、9。哎，我发现10、11，我要把它拿掉。我发现这个字在这里的话呢，好像对焦就对焦到字里面去了，我这里就可能有点虚了。大家自己就是可以把它自己记一下，然后放边上就好了。好嘞，我们现在是11个短针，看一下，1、2、3、4、5、6、7、8、9、10、11个短针，11个短针钩好之后的话呢，我们给它再钩一个中长针的加针，就看图解一步一步来就好了。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个针目里面，要钩一个中长针的加针。好，中长针的钩法，钩针绕线。穿过这个针目，钩针把线拉过来，钩针稍稍往上提，要让它拉的线圈稍稍大一点点哦，就稍微长一点点。绕线，钩针头往下压，一次性拉过这3个线圈。这个呢是一个中长针的钩法。然后中长针的加针，顾名思义的话呢，就是在同一个位置呢再钩一个中长针，这样子就形成了中长针的加针，就是在这里再钩上一个中长针。好嘞，我们继续，钩针绕线，穿进去，把线拉过来，稍稍往上提哦，一定要稍稍往上提一下，绕线，钩针头往下压，一次性拉过这3个线圈，中长针加针呢就完成了。接下去呢是2个中长针，我们一步一步慢慢来就好了。然后呢，也就是说在这个针目钩一个中长针，然后在下一个针目也钩一个中长针，这个叫2中长针。绕线，穿过去，钩针把线拉过来，有3个线圈了，要往上提哦，记得绕线一次性拉过一个中长针，然后呢，在下一个针目这里再钩一个中长针，这是中长针。接下去呢，再中长针加针，我们看图解来就一步一步把它钩下来就好了。这里又钩中长针的加针，
同一个针目进去，再钩一个中长针，这样就形成了中长针的加针。中长针加针钩好之后呢，再是2个中长针，下一个针目一个中长针，再下一个针目钩第2个中长针，再下一个针目钩中长针的加针，中长针的加针，这样子。钩好之后的话呢，还剩下12针，大家可以数一下是不是1、2、3、4、5、6、7、8、9、10、11、12，对的，然后一直钩短针就好了，12个短针，1、2、3、4、5、6、7、8、9、10、11，加扣拿下来哦，12。然后呢，也可以，我们呢就是在每一针最后钩完的时候呢，给它扣上系腰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是首尾扣系腰扣不迷路哦，就不容易让它出错。好嘞，这一圈钩好了，钩好之后呢是这个样子，看一下，就是往上的时候呢有这样有点散开的那个现象，就是上面呢下面都是短针，上面的话呢就是有一个花瓣往外伸展的那种感觉。再引拔针，第一针首尾的话呢都是引拔起立，这是都需要的，每一圈都是需要的，钩一个起立针，线圈留大一点点。我们呢在第一针这个位置钩上第1个短针，扣上系腰扣。大家可以一边看图解一边跟着我往下钩。第8圈的规律呢，先钩11个短针，我们1个短针钩好了，继续往下钩。2、3、4、5、6、7、8、9、10、11个短针钩好了，11个短针钩好之后，接下去钩10个长针的加针，接下去呢是钩10个长针的加针。10个长针的加针的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呢要在这里就是每一个针目里面呢都要钩上1个长针的加针，这样子。长针的钩法，钩针绕线穿进去，钩针把线拉过来，钩针上呢稍微往上提一下，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钩针头往下压，这样拉过来，先拉过前面这样子2个线圈，还剩下2个线圈，再绕线，一次性拉过来，这个就是长针的钩法。这样子一个长针，长针的加针的话呢，也就是说在刚刚入长针的位置呢进去，再钩上1个长针，钩针绕线穿进去，把线拉过来，有3个线圈喽，绕线，一次性拉过前面2个线圈，还剩2个线圈，一次性拉过来。这样子长针的加针呢就钩好了。我们下一个针目1个长针，同一个位置进去，再钩1个长针，形成长针加针2组了。3组， 4组， 5组， 6组，
7组，8组，9组，10组，一共10组了。大家可以数一下，看看最后是不是还剩12针，1、2、3、4、5、6、7、8、9、10、11、12，这样就对了。最后呢还剩下12个，就是12个短针。好，大家看一下是这样子。对了，如果真的差了1针2针的话呢，就是这里10组勾好之后的话，这里多1针少1针也问题不大，因为就是包在那个花芯里面的话呢，对整体的效果呢影响不大，大家也不用太担忧啊。好，接下去是10个短针，我们最后把它勾完。1、2、3、4、5、6、7、8、9、10、11、12，这样子12。好嘞，我们呢，同样的要跟它做一个引拔连接，这里做一个引拔连接，拉过来，用拉过来的线继续拉过钩针上的线圈，拉紧它，拉紧它。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呢勾好呢是这个样子了。我们看一下哦，就是说我们这里勾到这里的话呢，还是剩下最后一圈了。最后一圈的话呢，就是形成一个小地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小地头。任何花瓣最后一圈呢都是一样的，不管大中小，它的作用的话呢，这个小地头最后组装的时候呢，起一个固定的作用。好嘞，我们继续往下。现在呢，刚刚就是一个辫针呢已经勾好了，我们要再勾2个辫子针，这样就是3个辫针了。再绕线1、2，给它翻过来，翻过来第1针漏针位置的话呢，就是要在这里了，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左边了，这样子漏过来左边的第1个位置了。在这里要勾一个长针加针，穿进去，把这个针拿掉好了。钩针绕线拉过来，有3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前面2个线圈，还剩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来1个长针，然后呢同一个位置进去，再勾一个长针，这样子呢就形成了一个长针加针，然后呢在下一个针目勾一个长针，勾一个长针，这样子勾好了。勾好之后的话呢，直接断线结束，勾一个锁针固定就好了。钩针绕线拉过来，大概呢不用留长线，短短的就好了。这样子留线断线结束就好了。这样子呢，它就形成这样子一个小地头。这个小地头的话呢，到最后安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就是包裹在那个花杆上，然后给它固定的一个作用。到这里的话，我们的小花瓣呢，就所有的就制作好了。这样子的小花瓣呢，你一定要勾3个，这样子勾3个。如果是渐变色的话呢，是用最深的颜色做；如果是纯色的话，没关系，反正你小花瓣做3个就好了，放边上备用，做3个哦。我们前面的6圈的话呢，跟所有花瓣呢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也是从这里开始哦。我们现在开始勾中花瓣了，大家看一下，我刚刚的图解的话呢，这里有一个笔误，是一个中长针，然后6个中长针这样重复3次的。这边文字这边呢是对的，然后这一边的话呢就是有笔误少了一下，大家注意一下。好了，我们现在勾第7圈是5个短针1个加针，这样再勾1圈。先呢跟第1针这里做一个引拔连接，拉紧，勾一个起立针。线圈留大一点点哦，第1针位置勾上第1个短针，扣上交扣，
这一圈的话呢是5个短针1个加针，大家很熟练了，我们就自己往下勾好了，就不需要慢慢的讲解喽。2、3、4、5，加针，1、2、3、4、5，加针，1、2、3、4、5，加针，1、2、3、4、5，加针。最后一组了，1、2、3、4、5，胶扣拿下来，加针。这一圈勾好，一共是35针，大家可以自己数一下针数，对了之后继续往下哦。把胶扣拿下来，做一个引拔连接，拉紧，勾一个起立针，线先留大一点点，先勾6个短针，我们看着图解一步步勾下来就好了哦。勾一个短针，扣上记号扣。大家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哦，就是线的颜色跟粗细的话呢，大家都忽略。材料包以材料包我们还有我们淘宝的实图为准就可以了。这个的话呢，就是为了让大家看的更加的仔细，所以我会用粗一点的颜色，就是更加好看一点的颜色，就是更加能看得清楚的来给大家看。1个短针，下一个针目，第2个短针，3、4、5、6个短针，1、2、3、4、5、6个短针，6个短针勾好之后呢，再一个中长针，一个中长针的加针，然后呢再6个中长针，这样一组，一共3组。好，中长针还记得吗？钩针绕线，穿过去，钩针把它拉过来，记得要提一下哦。绕线一次性拉过，这个就是中长针。中长针的加针的话呢，就说在这里呢再勾一个中长针，这样就形成了中长针的加针。提一下，这样子，中长针加针完成了，接下去呢是6个中长针，1，提一下，就是要提一下，让它高度都保持一致。2、3。往上拉一下，4、5、6，这样子，6一组了，接下去再中长针的加针，再是6个中长针，1、2、3、4、5、6，两组了，再来一组中长针的加针，再是6个中长针，1、2、3、4、5、6，这样子3组呢就完成了。接下去我们看图解，接下去是一个中长针的加针。最后呢是7个短针，大家看一下针数是不是对的？1、2、3、4、5、6、7，对，刚刚好。1、2、3、4、5、6，最后一针是第7针。
勾好之后的话呢，同样我们给它扣上记号扣。大家如果针数发现错的话，这一圈错的话呢，可以拆掉这一圈，重新来，每一圈呢都对一下针数，再继续往下，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勾起来的就是会贴近就是我们最初的一个版本。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呢，差1针2针的话，最后问题也倒不是很大。过一个引拔针拉过来，用拉过来的线继续拉过这个线圈，拉过来，再勾一个起立针，线圈稍稍留大一点点。哦，我们等一下，我们接下去呢是勾7个长针。先长针的话，这里是一个变针作为起立针了，我们再勾2个变针作为起立针，就是我们刚刚这里勾的这个变针勾好了，就是刚刚的起立针是1个了，我们再勾2个钩针绕线拉过来再继续绕线拉过来3个变针作为起立针，这个是长针。我们接下去呢要勾7个长针。第一针入针位置的话呢，还是一样跟我们的就是我们刚刚引拔的这个位置哦。长针的勾法还记得吗？钩针绕线穿进去，钩针把线拉过来，稍稍往上提一下，有3个线圈了，绕线。钩针头往下压，先拉过前面2个线圈，还剩下2个线圈，再绕线一次性拉过来。这个呢就是一个长针的勾法。勾好之后的话呢，我们在钩针的对下来的这个 U 型的位置的话呢，再给它扣上一个记号扣就好了。先是7个长针，1个长针勾好了，我们继续下一个针目2。再下一个针目3、4，尽量让所有的高度都保持一致，这样子勾起来更好看。5、6、7个长针。可以看一下哈，记号扣这里开始1、2、3、4、5、6、7个长针，7个长针勾好之后呢，再12个长针的加针，也就是接下去呢，就是每个针目里面呢都要勾2个长针，然后一共勾12组，同一个针目进去，再勾一个长针，这样子是1组长针的加针。我们进去2，再同一个针目3、4、5、6、7、8、9、重新来10、11、12，这样子12组长针加针呢，这样子就勾好了。这样子12组长针加针就勾好了。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哈，我们呢基本上呢就是这样子勾下来，然后所有的就是在这里大概呢就已经勾到一个中心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位置了。然后呢，在中心点，这个呢是中心点，你可以数一下有没有勾错。我们看一下，就是剩下的话呢，一共是还有剩19针，是不是对？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然后对，这边是还有19针，这个呢是中心的一个位置，这个是中心的位置。中心位置的话呢，我们开始勾，要在这同一个针目里面
在这个同一个针目里面，我们要勾。在这里，在同一个针目这里，在这个同一针目里面要勾一个中长针的长针的加针，然后再一个狗牙针，再一个中长针的加针，就是在这个针目里面就形成一个，我们看一下，就是在这同一个针目里面要形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尖尖角。好，我们这里要慢一点哦，因为这里是稍稍的跟我们的之前有点不一样，我们记得一定要就是在这个中心点的这个位置哦。先勾长针的加针，这个没问题哈。长针在同一个位置，这样子长针加针，这样子是2个长针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啦。在同一个针目里面之后的话呢，然后再勾一个狗牙针。狗牙针的勾法，我们慢慢来哦。就是看一下，先勾3个变针，钩针绕线，钩针头往下压，拉过来，这样1、2、3，3个变针勾好之后呢，然后再倒数第3个，也就是第1个变针这个位置的话呢，给它勾一个引拔针，这样子倒回来给它勾一个引拔针，在这个变针这里进去。勾引拔针，钩针绕线，拉过来，拉过来之后，钩针上不是有2个线圈了吗？你手可以捏住这个变针这个位置，给它这样捏住它，把这个钩针头往下压，拉过来，这样子就完成引拔针了。这样子呢，狗牙针就算勾好了，就是3个变指针勾好，然后再倒回来，再倒数第3个变针这里勾一个引拔针，这样整体的叫做一个狗牙针。勾好之后，然后我们在同一个针目，就是刚刚勾一个长针加针的地方，这里再勾一个长针加针，长针在同一个位置进去，再勾一个长针，这样子看到没有？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一个针目里面呢，形成这样一个小尖尖角，一个往外扩展的一个感觉。就是也就是说，这个针目里面，我们看它所占的针目，这里这个针目里面所占的针目是很多的。就是先勾2个长针，同一个针目勾2个长针之后，然后呢再勾一个狗牙针，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勾2个长针，这样子。这是一个顶端的位置。好嘞，我们继续勾另外一边就好啦。再12个长针加针，我们继续往另外一边勾就好了。一组2个长针加针，继续往下。3个长针加针。4个长针加针，5个长针加针，6、7、8。我们注意一下，我们就是勾的时候不是这样子，整个这样穿过来，我们要是穿过的是就是上面的，就是整个 U 型的，就是穿过这个2根线的这里的哈，这个9、10、11、12，看一下最后是不是还剩下7针呢？1、2、3、4、5、6、7，对，然后剩下7个长针，我们完成它。1、2、3、4、5、6，拿掉它。7，勾好了。勾好之后呢，最后这一针呢，也可以给它扣上一个记号扣。
最后一排的话呢，跟任何花瓣的话都是一样的。我们再来演示，这里勾拉紧，先勾3个辫针，1、2、3，翻过来，在系腰扣，这个就是扣系腰扣这个位置呢，勾一个长针加针，这里勾一个长针的加针，同一个位置进去，再勾一个长针，然后再下一个针目。我们穿的时候注意一下，要整个 U 型呢都要穿透，就是这2根线一起都要穿透它的。勾一个长针，然后勾一个锁针固定，钩针绕线拉过来，剪断它，不用留长线，短短的就好喽，就可以了。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中花瓣的话呢也就完成啦。这个中花瓣就是大中小的中花瓣的话呢，一共是4片，我们自己完成它哦。好，我们现在开始勾大花瓣了，还是回到这个第6圈的位置，这里呢都是一样的，还是要忽略我线的颜色跟粗细啊。我们看一下大花瓣，大花瓣的话呢，7、8两圈，先是5个短针1个加针，这个是跟中花瓣一样的，然后大花瓣的话再加1圈，也就是说6个短针1个加针，再来1圈。给它那个，为了让它就是错开的话呢，还是给它就是加针的位置错开了一下。好，我们先是这里做一个引拔，勾一个起立针，稍稍拉大一点线圈，勾第一个短针，先是5个短针1个加针，我们自己呢把它勾下来，这里很简单，我们就不用慢慢勾，就一次给它勾下来就好了。2、3、4、5个短针1个加针，继续1、2、3、4、5个短针1个加针，1、2、3、4、5个单针1个加针，1、2、3、4、5加针。这里的话大家可以跳过去哈，我们这个动作大家应该都会。2、3、4、5，交扣拿下来，这里是加针，最后一针给它扣上交扣，第一针这里做一个引拔连接，再勾一个短针，这里。然后这里的话呢其实是6个短针1个加针，为了让它位置错开的话呢，我们先勾3个短针，2、3加针，就是把它错开，就是加针的位置给它错开，3个短针这样子勾了，然后把最后3个短针留在最后，然后接下去是6个短针1个加针，1、2、3、4、5、6加针，再继续哦，1、2、3、4、5、6加针，1、2、3、4、5、6加针，1、2、3、4、5、6加针，继续1、2、3，最后是3个短针。勾好了，勾好之后把系腰扣扣上。这一圈勾好的话呢，一共是40针。好，我们继续看着图解来，再一步步往下勾喽。
先做一个引拔连接，拉紧它，钩一个起立针。要钩2个起立针，因为接下去呢是钩7个中长针的。好，中长针的话呢是用2个辫子针作为起立针，我们这样子钩2个辫子针作为起立针，然后呢再就是钩刚刚扣系腰扣第1针的位置呢，钩上第1个中长针，拉紧，这样子给它拉长。一个中长针，这样一个中长针呢就钩好了。中长针钩好之后的话呢，一共是7个中长针。我们继续，到现在的话呢，你应该针法我们都会喽。2、3、4、5、6、7个中长针，1、2、3、4、5、6， 7个中长针。7个中长针钩好之后呢，一个中长针的加针，3个中长针，这样重复6次。好，我们继续，先是一个中长针的加针，同一个位置进去，形成中长针的加针，再是3个中长针，1、2、3个中长针，这样子一组完成了。我们继续中长针的加针，再3个中长针，2、3，这样2组呢就完成了。继续往下钩，一个中长针的加针，再3个中长针，1、2、3组完成了。继续一个中长针的加针，再3个中长针，1、2、3， 4组完成了。继续一个中长针的加针，再是3个中长针，1、2、3， 5组完成了。最后一组了，一个中长针的加针，再是3个中长针，6组完成了。大家数数看，最后是不是还剩下8针？1、2、3、4、5、6、7、8、9，还剩下9针是对的。一个中长针的加针，再是8个中长针。好，下面这里呢，给它钩一个中长针的加针，是9针。好，接下去呢是8个中长针，1、2、3、4、5、6、7。好，胶扣拿下来，我们给它这里8个中长针，这样子这一圈呢就钩好了。大家就不用纠结于这里的针数是多少了，反正我们钩下来这样子刚刚好就可以了。好，第1针这里做一个引拔连接，穿过去，拉过来，用拉过来的线继续拉过钩针上的线圈，拉紧。好，我们接下去呢是钩长针的，要钩3个辫子针作为起立针，钩针绕线，拉过来，1、2、3， 3个辫针作为起立针。然后呢，首先要钩7个长针，绕线。位置的话，入针位置的话，第1针都一样的，都是我们扣系腰扣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引拔的这个位置。好，一个长针钩好了，扣上系腰扣，接着往下，2、3、4、5、6、
7个长针，数一下1、2、3、4、5、6、7，再16个长针的加针，同一个位置进去，再勾一个长针形成加针，这样1、2、3、4、5、6。可能你发现这里，假如说这里弄得不是很好看的话呢，可以给它这里重新来一下，感觉这里没有勾好。6、7、8、9、10、11、12、13、14、15、16，这样16勾好之后的话呢，这个呢又是一个中心的位置了，中心位置。然后我们看一下边上那一边的位置呢，是不是16加7，是不是23？我们数一下，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这样就对了。我们这个是中心点，就是两边呢是一个对称的，就是你这里数一下，这个是不是一个中心点？中心点的话呢，我们还是一样的，在这里的话呢，就是跟我们的第2号中花瓣这里的勾法呢是一样的，这样形成这样一个尖尖。好的，我们在这里就是在这个同一个针目里面，先长针的加针，再勾一个长针，同一个针目里面，就在这个同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长针加针之后呢，勾一个狗牙针。狗牙针的勾法，我们再慢慢的来哦。先勾3个变针，1、2、3，然后呢，在第一个变针的这半条线上面，就是在这个半条线上面，在这里勾一个引拔针就好喽。穿过去，钩针把线拉过来，拉过来之后，钩针上不是有2个线圈了吗？前面的线圈拉过后面的线圈，拉的时候不好拉的话呢，你就是把这个变针这里拉这里拿一下，这个头往下压，这样更容易的把它拉过来哦。狗牙针勾好之后呢，然后我们在同一个针目这里的话呢，要勾上一个长针的加针，这里勾上一个长针的加针。再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这里的前面的这个尖尖角部分呢就录制好了。录制好之后，我们开始往边上，好了，快喽，是16个加针，我们继续往下勾。1、2、3、4、5、6、7、8、9、
10、11、12、13、14、15、16针勾好之后呢，看看是不是还有7针，1、2、3、4、5、6、7，对的。最后呢是7个长针，1、2、3、4、5、6，好，交扣拿下来，7，然后你可以在最后一针呢给它扣上交扣，因为等一下呢翻过来还是要勾回它。好，最后一圈呢是大中小都一样喽，大家应该都会了。先勾一个引拔针，拉紧，勾3个辫子针，1、2、3。把它翻过来，入针位置呢就是交扣这个位置了，要在这里勾一个长针的加针，就是这样子，要整个针目都穿透哦。一个长针的加针，同一位置进去，再勾一个长针加针，然后呢下一个针目勾一个长针，勾一个锁针固定，钩针绕线拉过来，把线剪断，不用留长线，短短的就好了。这样子，我们的大花瓣呢也勾好了。大花瓣的话呢，我们材料包里面会要勾的是用白色线的，要勾5个花瓣，这样子勾5个，一共是勾5个。我们自己呢把它完成哦，加油！接下去我们就介绍一下这个花托的做法。花托的话呢，前面4圈的话呢，跟我们这个就是这里前面4圈的话呢，跟我们的前面的花就是花瓣部分呢是一模一样的。到这里到第4圈为止，就是花托的时候注意一下，把这根线的话呢，最好呢是留着，不用剪断的。我们还是开始钩织吧。大家忽略我线的颜色跟粗细啊。同样的环形起针，绕过小拇指，再绕过这3个手指。我们呢，比那个做花瓣的时候呢，会稍稍的快一点点，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应该会有基础了。然后呢，绕线拉过来，先勾一个起立针，稍稍线圈留大一点点，一个短针。我们呢把这个拿掉，不然的话呢，这里的话呢会把它的那个，会1、2、3、4、5，起5个变针，5个短针。第一针的话呢，交扣我刚才是没有扣，你可以把它扣回来也没关系。其实你熟练了之后的话呢，这个不用扣都是没关系的。这样子，然后我们收紧线圈的时候，这里注意一下，就是这里，就是唯一点跟我们花瓣不一样，我们给它那个放到这边来，放到我们就是从这个圈圈里面给它穿过来，再进行一个拉，让它留在靠近我们身体的这一边。这样子的话呢，因为到最后缠绕的时候，这根线的话呢，可以跟花杆一起缠绕，这样固定的更牢固一点。好，第一针这里做一个引拔连接。我们跟大家一起完成吧。本来我只是直接想让大家前面几圈自己完成的。拉紧，勾一个起立针，线圈稍稍留大一点点。第一针位置勾上第一个短针，然后呢勾加针，前面一样的，大家可以就是回到我们花瓣的部分，如果是还是觉得有点困难的话呢，可以回到花瓣这里看也可以。那边的话我录的比较慢，3个应该是没问题咯，因为我们这么多勾下来的话，最后一针的话呢，你能找得到它，交扣不用扣是没关系的。然后就是这里的
引拔针跟起立针呢是不算针数的，你可以数一下，第2圈10针了之后的话呢，就可以跟第1针这里做一个引拔连接，拉紧，钩一个起立针，线条留大一点点，第1针位置钩上第1个短针，扣上交扣。第3圈的话呢，是一个短针一个加针，一个短针钩好了，下面是钩加针，再一个短针，一个加针，一个短针，一个加针，一个短针，一个加针，最后一组了，一个短针，一个加针，交扣这里做一个引拔连接，拉紧，钩一个起立针，线条留大一点，第1针位置钩上第1个短针，扣上交扣。现在开始钩第4圈了，第4圈的话呢是2个短针一个加针，一个短针钩好了，下一个针目短针，再下一个针目加针，这样子也是这样钩5组，一个短针，2个短针，加针，继续一个短针，2个短针，加针，一个短针，2个短针，加针，一个短针，2个短针，加针。这一圈钩好之后，一共是20针，大家数一下针数，对了之后继续往下拉紧，钩一个起立针，第1针位置钩上第1个短针，扣上交扣。接下去呢是5、6、7 3圈不加不减的钩20个短针，就是每一针的话呢就是这样子不加不减的给它钩下来，一共钩3圈。第1针的时候注意一下引拔连接，我们自己把它完成就好了。5、6、7 3圈不加不减，把它我们5、6、7 3圈不加不减呢给它钩下来，还剩下最后1针了，我们把它钩下来哦。跟第1针这里做一个引拔连接，同样的。拉过来，用拉过来的线继续拉过钩针上的线圈，拉紧它。然后我们看一下，接下去是钩的是就是这一片一片的这样子的花托上面的这样子的小这个叫什么叶萼吗？这个部分。好，我们看一下，就是图解，就是我们先是这样一片一片钩织的，就是这一片钩织了，然后再另外钩一片，这样每一片把它钩下来。我们呢，开始就是从第8圈这里开始。好，继续。先钩起立针钩好之后，我们这样钩一个变针作为起立针，然后再钩4个变指针，4个短针。1，不用扣记到扣好了。2、3、4，这样子钩4个短针，4个短针钩好之后呢，我们呢钩一个起立针，钩好了，这样再钩一个起立针，给它翻过来。翻过来之后，第9圈是一个加针，一个短针，一个加针，一个短针。然后入针位置我们看一下，入针位置看一下，就是整个 U 型的这个位置，这样子，这样整个 U 型的这边看这样子。这边看这样子，就是上面看的话呢，要2根，就是一个 U 型要全部都要给它这样子穿透，这个注意一下，其他问题不大。好，加针，第1针入针位置的话呢，很简单，就是你看一下这个洞眼，看这个大洞眼这里穿过去，上面看这样2根线，下面这样子就可以了。我们要在这里钩加针，短针，同一个针目进去。
再勾一个短针形成加针，然后呢，下一个针目是一个短针，也是这样，这个洞眼这里进去，上面的话呢是2根线这样一起穿透的，一个短针，再下一个针目加针，再下一个针目就是这里。勾一个短针，这一排呢勾好之后的话呢，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我们就加了1针，4针加了2针，变成6针了，然后再勾一个起立针，翻过来，然后呢接下去第10到11圈2圈的2排的，这样2排的不加不减。第1针位置是这里，看一下，大家入针位置注意了之后就很好勾了，1、2、3、4、5，最后1针这里就是这个 U 型的位置，6针，然后再勾一个起立针，给它翻过来。第1针入针位置都是这样子，看这个洞眼里面进去就可以了。1、2、3、4、5、6，这样子6针，再勾一个起立针，再把它翻过来。这样子的话呢，2排已经勾好了，勾好现在勾到12排了，先勾一个减针，再4个短针。减针的话怎么勾的话呢，就是很简单，我们这里看一下，就第1个洞眼这里穿进去，把线呢拉过来，这里有2个线圈了，先不用管它，在下一个洞眼里面整个针目这样穿进去，把线呢再拉过来，这里有3个线圈了，绕线一次性拉过来，这样子呢就完成了减针。减针勾好之后，再4个短针，1、2、3、4个短针，4个短针勾好之后，勾一个起立针，然后再翻过来，翻过来之后的话呢，再一个减针，3个短针。减针的话呢，你就跟我刚刚这样子也可以。还有一个就是很简单的，碰到这里的话呢，减针的话呢，你就是跳过这一针，就这一针不勾，跳过这一针，直接再勾在这里的话呢，也是完成了减针。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对新手朋友更简单一点，这样子也不会影响效果。我们看一下，就这里跳过去，直接勾在这里，短针勾在这里，这样子也可以完成减针。好，减针勾好之后呢，是3个短针，1、2、3，再勾一个变针作为起立针翻过来，再是一个减针。减针的话，你也可以这一针跳过去不勾，勾在这里，这样子也就完成了减针。这样子是减针了。减针之后的话呢，是2个短针，1、2， 2个短针，勾一个变的针作为起立针，翻过来。再是减针，减针的话呢，就是说这一针不勾，勾在这一针就完成减针了。我们就是勾这一种直排的话呢，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勾减针的话呢，也是很方便。好，一个短针勾好了，勾好之后呢，勾一个起立针翻过来，再是2个短针。我们就看着图解来，一步一步勾下来，其实就可以了。2个短针勾好之后的话呢，再立一个起立针，翻过来。然后这里的减针的话呢，最好就是要我们第一次教大家的，这样子拉过来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下一个针目，再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有3个针目，绕线一次性拉过来，这样子。减针勾好之后，然后这样子我们再勾2个变针，再翻过来，在最后的这个针目里面勾一个中长针，拉直，这样子给它3根线拉的一样长，绕线一次性拉过来，拉过来之后勾一个锁针固定，钩针绕线拉过来，这样子。然后呢，把它剪断，短短的剪断就好了，不用剪长。
因为最后的时候我们给它这样子拉紧了之后的话呢，我们最后给它那个这样子给，等一下给它好了，这样子呢就是一个花瓣呢就做好了。这样子一个花瓣呢就做好了，其他的花瓣呢方法呢跟这个呢是一模一样的做法。我们可以因为刚刚起针的时候，这里的话呢可能就稍微我再来给大家演示一遍，然后接下去呢全部都自己完成它就好了。我们先这根线在数上先，我们先拿出这根线的话呢，先绕线，这样子先绕线绕好了，绕好之后呢，把这根线跟它这样子压在这里，然后在边上的这个位置，就是这里没勾的这个位置进去，钩针把线呢拉过来之后呢，这样再钩一个起立针，钩针绕线拉过来，钩一个起立针。然后在同一个位置进去，钩上第一个短针，把这根线放在钩针的上方，给它收一下，这样一个短针，然后再钩下一个，把它再放在钩针的上方，给它钩一下，2、3、4。这样子4个短针钩好之后，把这根线呢可以给它这样稍稍拉一下之后给它剪断它就可以了，给它剪断就好了。再钩一个起立针，翻过来，然后就是跟我们刚刚同样的步骤了。就是我们第4试针钩好之后的话呢，再是相当于刚刚说的第9圈这里了，一个加针一个短针。好，我们就是再把它跟大家再来钩一片，一个加针，一个短针，一个加针，再一个短针，这样子钩好了。钩好之后的话呢，钩一个起立针，翻过来，再呢是2排不加不减的6个短针，1、2、3、4、5、6，起一个起立针，再不加不减6个短针，1、2、3、4、5、6，再钩一个起立针，然后接下去呢都是这样子，一个减针是个短针了。我们减针的话呢，就是用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在下一针的短针未完成针，这样子3针，这样子把它2针并1针，这样就完成了减针。1、2、3、4短针，然后钩一个起立针，再一个减针。大家就是跟我们刚刚说的，如果觉得这样子麻烦的话呢，直接跳过1针，给它钩减针也是可以的。好，一个减针，再是3个短针，1、2、3，再钩一个起立针，再是一个减针，2个短针，减针，一个短针，2个短针，再立一个起立针，再一个减针，一个短针，减针，短针，再钩一个起立针。接下去呢是2个短针，一个短针，2个短针，再钩一个起立针，然后是一个减针，这样子一个短针未完成针，下一个针目，再短针未完成针，下一个针目，一下子绕过来，然后呢减针钩好之后，再钩1、2，两个变针钩好之后呢，在最后一针这里钩一个中长针，中长针还记得吗？就绕线这样子穿过来，钩着拉长它，让它拉到一样的长度，然后再绕线，一次性拉过来，再钩一个锁针固定，把线剪断。线的话，你稍微如果留长一点的话呢，你可以就是这根
这根线的话呢，就是你可以给它长线长一下，就是给它这样子长线长到里面长一下。如果留短了的话呢，你就可以用那个，就是用钩针，把它长线长到我们的里面来。用钩针的话呢，可能就是不太熟练的话呢，这是可能就是会拉过来会有点难度，的。然后用缝合针的话，可能会更好弄一点，给它更好弄一点。这样子在正面的话呢，它就就是这样子的尖尖嘴就可以了，或者是还有一种处理方法，其实很简单。其实这个小尖尖嘴的话，你就不用管它，给它一点点剪断，让它有一点点这样子露出来的，这样小尖角也是可以的。就是另一种处理方法，一种就是我们把线呢，就是给它长起来；另外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子拉紧后剪断，留一点点，就是让它这里有一个小尖尖角，就是故意的这样留一个小尖尖角，这里也这样子也是比较灵动的。就是你这里拉紧后之后，给它稍稍留一点，每一个角呢，就是故意的让这个小尖尖角留出来，这里这样子也可以哈。好，所有的花托的部分呢，我们自己把它完成，一共是5个花托。我呢这里接下去呢就不介绍了，做好之后呢是这个样子。我这个呢是把它就是留长线，把它长线长起来了。如果你不想长线的话，就简简单单的话，就直接这样子剪断也是可以的，看你自己的喜欢。你想要把它长起来的话呢，就给它长起来就好喽。接下去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叶片的做法。先做那个小叶片，小叶片的话呢，做2片，大叶片呢做1片。钩法呢基本上相同，差不多一致好了，是针数的不同。好，我们大家先看一下图解，有基础的截图一下。先起12个短针，然后我们要加入细铁丝，在倒数第2针开始往回钩。我们看一下，因为这里的图解篇幅的原因，我就没有把中文的翻译写下来了。大家看一下，短针 X 是短针 ，F 呢是长针 ，E 呢是长针 ，G 呢是3卷的长针。GV 的话呢是3卷长针的一个加针，这样子。W 的话呢就是做在一个针目里面呢钩3个短针，这样子。好，我们自己根据图解把它钩下来就可以了。拿出我们绿色颜色的线，然后视频的话你就忽略我颜色的粗细跟颜色哈。先这个呢是一个辫子针起针，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这根短的线绕在长线的上方，然后呢从这个环里面给它这样子穿出来，这样子穿出来之后，我们钩针把它套进去，然后呢比它钩针稍稍要大一点点，长线在手上先绕过小拇指，再绕过这3个手指，捏住，这样子捏住。这一针呢是不算针数的，我们一共起12个辫子针，钩针绕线拉过来1、2，绕线钩针头往下压拉过来3、4、5、6、7、8、9、10、11、12，这样子起12个辫子针，然后拿出我们的铁丝来。我们铁丝的话呢，用这种定制的这个细铁丝，这个支撑力更好。之前我试钩的时候呢，用普通的细铁丝的话呢，就软哒哒的，就是撑不起来。撑不起来的话呢，就是在我花瓣上的话呢，它就是有一个往下的那个支撑点不够，所以的话呢，我最后用了我们定制的这个细铁丝来给大家配的材料包。12个辫针之后呢，然后在倒数第2针往回钩。倒数第2针在哪里呢？这个呢就是倒数第1针，钩针对下来，这个倒数第1针，这个呢是倒数第2针，在这里开始往回钩。然后钩织之前呢，把这个细铁丝这样子进行一个对折，差不多，然后给它打开，把它呢放在我们的跟这个
看一下，就是把它呢放在我们这个变质针上方，这样子就直接我们比如说这个这样子，把它这样直接这样子放着，跟变质针一起给它这样压住它，然后我们开始在这里钩织，把它呢当成变质针一样把它钩进去就好了。这个是路针位置，我们刚刚讲好的。先钩一个短针，这里我们尽量慢慢的来跟大家一起完成。第一个，这里先钩一个短针，先钩一个短针，短针钩好之后，第一针的位置呢，你可以给它扣上一个记号扣。这里给它扣上记号扣，然后呢，第二针是钩一个长针，长针路针位置的话呢，就一针一针来，这里钩了之后呢，然后钩下变质针的下面的这一针了，这一针钩好就钩变质针的下面这一针了，然后钩一个长针，钩针绕线，这样子穿进去，钩针呢把线拉过来，稍稍往上提一下，钩针上有3个线圈了，绕线。钩针头往下压，这样拉过来，先拉过前面2个线圈，还剩下2个线圈，再绕线，一次性拉过来。这个是长针的钩法。长针钩好之后，再钩一个长针。长针的话也叫做2卷长针，路针位置是这里，就是下一个变质针的下一针这里，下面半条线这里了。钩长针，长针就2卷的话就是这样子，绕一圈，绕2圈，这样绕2圈之后，然后从这里穿进去，再钩针绕线，把线拉过来，拉过来之后，钩针上这样有4个线圈了，然后绕线，先拉过前面2个线圈，还剩下呢3个线圈，再绕线，拉过前面2个线圈，还剩下2个线圈，再绕线。一次性拉过来，就是两的给它拉过来，这个是2卷长针。一个2卷长针之后，接下去呢是3卷长针了，要钩这里钩一个3卷长针，在下一个针目也钩一个也钩一个3卷长针。好，钩针3卷就是绕一圈，绕2圈，绕3圈，这个叫3圈了之后，然后在下一个针目这里穿进去。钩针把线拉过来，拉过来之后呢，我们记得就两的把线绕线，拉过前面2个线圈，再绕线，再拉过前面2个线圈，再绕线，再拉过前面2个线圈，最后剩下2个线圈的时候呢，再绕线，一次性拉过。这个就是3卷长针的钩法。这个3卷长针钩好之后的话呢，在下一个针目这里。再钩一个3卷长针，这样子绕线，绕一圈，绕2圈，绕3圈，3圈绕好之后，然后针目这里穿进去，钩针把线拉出来。这里我们就不用管它有几个线圈了，反正记得绕线之后呢，拉过前面2个线圈，再绕线，再拉过前面2个线圈，再绕线，再拉过前面2个线圈，再绕线，一次性拉过来，就这样子记得它就可以了。好嘞，我们继续，然后呢，这是3卷长针的加针，在这里，就是在这个针目呢，一共要钩2个3卷的长针。好，1、2、3，这里进去，拉过前面，就这样一起，一直这样子拉过来，再拉过来。这里钩好之后的话呢，然后我们在同一个针目这里进去。再钩一个3卷长针，这样就形成了3卷长针的加针。1、2、3，绕3圈，同一个针目进去。好，这里钩的时候呢，就是两的把它收针回来就可以了。这里钩好了，钩好之后，我们再看下面，再是一个3卷长针，我们看着图解一步一步钩下来就可以了。3卷长针，1、2、3。线这里拉一下，有点，然后在下一个针目这里钩过来，1、2、3，让它每一个这样子的高度，最后呢都是差不多这样子。3卷长针，3卷长针钩好之后，然后呢再是一个2卷长针，也就是长针，2卷长针，1、2，在下一个针目这里。
然后先勾2个线圈，再勾2个线圈，反正到最后收线圈的时候都是两这样子收进来就好了。再勾一个长针，绕线，下一个针目这里勾长针，绕过前面2个线圈，再绕过来。好，长针勾好了，长针勾好之后，一个中长针，在下一个针目这里一个中长针稍稍往上提，绕线。中长针的话呢，钩针的往下压，一次性拉过这所有的线圈，这个是中长针的钩法。然后我们注意一下，等一下回来往回钩的第一针的话呢，就是这个中长针对过来的这一针，我可以给它扣上一个记号扣。这里的话呢，就是我们等下叶子的另外一边，两边呢是一个对称的。然后呢，这里的话呢是我们的这一针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顶端位置，就是我们起始的第一针。这里的话呢，就是一个转角的一个位置哦。这里勾一个 W 的话，就是这里要连着勾3个短针，就是在同一个针目这里要勾3个短针，这样子，一个短针，同一个针目进去，第2个短针。再同一个针目进去，第3个短针，这样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勾了3个短针，然后我们要勾到另一边了。这个时候注意一下，让这个细铁丝的话呢，这边要给它对齐，然后给它这样对折，让它这样对折，然后勾到另一边的时候，把这边的细铁丝的话呢，也要收到线圈里面去。好嘞，我们刚刚扣记号扣了就知道了。我们往回勾的第一针的话呢，就是这记号扣的这个位置了。就是不管这里到这里的距离有多少，你就不用管它，就是记号扣的位置。然后勾的时候，把这个细铁丝跟这根线一起呢，给它收到里面去。好，这个就是我们入针的一个位置，记住了啊。然后往回勾的话，两边呢是一个对称的，先勾一个中长针，就是我们刚刚这里中长针对过来的话，这边也是勾中长针哦，稍稍往上提一下，绕线，一次性拉过来。中长针勾好之后，是一个长针，绕线。入针位置的话呢，就一针一针这样对过来，这个长针对过来，变针的另外的这全部都勾到这一边去就可以了。绕线，这样穿过来，把这根线跟细铁丝一起呢收到这线圈里面去，长针。一个长针勾好之后，接下去是一个2卷长针，1圈2圈，先拉过前面2个线圈，再拉过后面2个线圈，再拉过最后2个线圈，2卷长针勾好之后，是一个3卷长针，1、2、3，绕3圈。都是两的这样子绕过来，再是一个3卷长针的加针，1、2、3，下一个针目穿进去，这样子两的穿过了一个，1、2、3，同一个针目进去，再勾一个，这样子就形成了3卷长针的加针。再接下去呢，2个3卷长针，1、2、3，下一个针目，再3卷长针，1、2、3，下一个针目，接下去是一个2卷长针，1、2，下一个针目，再下一个针目一个长针，绕一圈，长针就是绕一圈，最后一个短针，最后一个短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这样第一排叶子的第一排呢就勾好了。勾好之后呢，跟第一针这里做一个引拔连接，就是刚刚扣记号扣这里做一个引拔连接，拉过来，用拉过来的线继续拉过钩针上的线圈，拉紧它，再勾一个起立针，
这样子钩一个起立针，然后呢，在我们的那个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第一个针目这里钩上一个短针，可以给大家再扣上一个交扣。扣上一个，最后的话呢，就是给它做一个小花边嘛，就是给我们的那个做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小花边。我们的这是我们的小叶子，然后我们的大叶子，看一下，就是小叶子跟大叶子的最后一圈的钩法呢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就是到这里第一圈钩好，这是大叶子，这是小叶子，最后一圈的话呢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看一下我原来的图解的话呢，有一个小误解，所以哇，这个短针的话呢就给它这样划掉了。好，我们继续。在这里的时候，就是一个短针呢，这里钩好了，然后扣上了一个记号扣，指尖呢2个辫子针。我这里的记号扣呢，就是一个顶端的位置，就是我们钩好之后，在这个顶端的位置呢，你给它扣上一个记号扣，然后顶端位置之前的话呢，所有都是按照一个短针两个辫子针这样子把它全部钩下来，一个短针，2个辫子针。在下一个针目一个短针，再2个辫子针，1、2，再一个短针，2个辫子针，一个短针，2个辫子针，就是不管就是大叶片还是小叶片，我们所有这里的话就是在这个中心位置之前的所有位置的话呢，都是一个短针，2个辫子针，我们把它钩下来。然后这里是中心位置的前面一个位置也一样的，一个短针钩好了之后，然后呢钩2个辫子针，然后中心位置的钩法，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中心的一个位置，2辫针钩好之后，这里同样的我们要钩上一个短针，一个短针钩好之后，我们这里要钩3个辫子针，1、2、3，再呢注意一下，短针呢在顶端位置再钩一个短针，就是在这个位置我们要再钩一个短针。这样子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小尖尖角。好，继续一样了，这2个辫子针往边上钩去就可以了。一个短针，2个辫子针，一个短针，2个辫子针，一个短针，2个辫子针，一个短针，就按照我们这样子的规律呢，我们这样子把它钩下来就可以了。因为是一个重复的动作，所以的话我就不用再讲，就叨念着了，自己这样子完成它就好了。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把叶子的纹理呢做出来了。不然的话，叶子不是一个光光的嘛，我们先把它纹理这样子就做出来了。好了，还有2个辫子针，最后这里还有1针，好，我们把它全部钩完就好了。这里很简单，一个辫子针，2个辫子针，钩好之后的话呢，我们跟第一针这里做一个引拔连接就结束它了。这里引拔连接，然后再钩一个锁针固定，然后注意一下，我们这里的长度的话，就是一般的话呢，就是长了一点点的话呢，这样子一个长度就够了。然后你想要再长一点的话呢，是2个长度；想要
全部把它缠完的话呢，这样子就3个这样子的一个长度就够了。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这样子的叶片，就是其中小叶片的话呢，我们就留它1个长度，这样子就够了。然后大叶片的话呢，留2个长度，这样子。就是我们这个小叶片勾好之后，留1个这样子的长度，1个剩下来的那个长度就够了。然后这一边的话呢，我们给它这样子拉一下，这根线给它拉一下，剪断。给它呢这样子这样子旋转，这里旋转一部分之后，可以拿在这里进行一个旋转了。小叶片这里的话，你不用给它旋转太多，大概这样子也就差不多了，可以了。给它呢多余的就直接给它这样子，再给它这样子夹回来，剪断它，放边上备用。放边上备用。然后呢，我们大叶片的话呢，就是留的长度要稍微长一点。我们要把这2片小叶片的话呢，可以一起缠绕上来，这样子，要大概呢是这样子2个的长度。到时候我大叶片我们看一下，在这里大叶片我到时候我们会勾到这里的话呢，就不再进行一个钩织了。我们到时候会就是直接的话呢，因为这里是一模一样的，到时候到这里的时候会让您自行完成的。然后最后留的话呢，大概留这样子2个的长度。好。接下去我们勾大叶片，大叶片跟小叶片的话呢，其实勾法呢，我们跟着图解来其实是差不多的。小叶片勾下来，大叶片问题是不大的。我们继续往下勾好了，跟大家一起完成。同样的，先打一个活结，钩针穿过来，把这个线呢收到稍稍比它呢这样子，大一点点的时候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是勾15个变针，1、2、3、4、5、6、7、8、9、10、11、12、13、14、15个变针勾好之后，同样的要在倒数第2针，这是倒数第1针，倒数第2针这里开始往回勾。然后呢，勾的时候把那个细铁丝呢把这个细铁丝呢要给它放上来，好，给它放在这里，就是把它放在那个我们这样子穿过来，跟它就是这样子放在这里，这样子跟它的那个变针一起呢给它勾起来。好，我们跟着图解一步一步往下勾就好了。先勾一个短针，倒数第2针这里开始，先勾一个短针。其实跟小叶片的话呢，差不多，勾法呢就是针法都一样，只是针数略微调整。小叶片勾下来有大问题，大叶片的话，你看图解就能勾好了。然后勾一个长针，绕线，下一个针目我们给它勾一个长针。长针勾好之后，我们勾2个长针，长针的话就2卷长针，这样绕一圈，绕2圈。下一个针目，先勾2个线圈，再勾2个线圈，再一次性，一个长针，再1、2，下一个针目这里，这样2个长针完成了。再呢是下面呢勾一个3卷长针，1、2、3，下一个针目，
我们最后收线的时候都是两的，两个的，把它全部这样收完就可以了。3卷长针，三卷长针钩好之后，再钩一个3卷长针的加针，1、2、3，这里进去。在同一个针目1、2、3，同一个针目进去，再钩一个3卷长针，再下一个针目一个3卷长针，1、2、3。记得把细铁丝的话呢，都一起呢给它要收到里面去。3卷长针钩好之后呢，下一个针目再是3卷长针的加针，1、2、3。在同一个针目再钩一个3卷长针，接下去是一个3卷长针，1、2、3，我们就是跟着图解一步一步钩下来就可以了。3卷长针，3卷长针钩好之后，接下去呢是2个长针。2个长针就是绕2圈，就是2卷长针，这样子一个长针完成了。然后下一个针目也是一个2卷长针，1、2，这个线要给它拉一下，把这根细铁丝的话，一定要跟这个一起呢，给它勾到里面来。我们现在看一下。2个已经钩好了，钩好之后，接下去我们看一下图解，接下去呢是一个长针绕线，这里一个长针，这样给它弄直一点，可能更好钩。一个长针，长针钩好之后呢，然后这是一个中长针，钩针绕线穿进去，钩针把线呢。这样子稍稍往上提，3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来，3个中长针，3个中长针钩好之后的话呢，最好在中长针的对面呢，给它这样子扣上一个记号扣。这里呢是等下往回钩的第1针，你这样很容易找到它。然后最后呢，在这个第1针的位置呢，钩一个，在这个位置呢，连着钩3个短针，同一个位置就是钩 W，3个短针，1个短针，同一个位置进去。钩第2个短针，再同一个位置进去，钩上第3个短针，钩上第3个短针，然后钩好了。钩好之后的注意一下，把这个叶片呢调整一下，这边呢对齐，这边的话呢给它这样子对折，给它这样对折，然后往回钩，我们跟着图解往回钩就可以了。第1针入针位置的话，扣上记号扣，我们就很简单了，就能找到它了。先钩一个中长针，钩针绕线，记号扣的这个位置进去，把记号扣拉下来，钩一个中长针，中长针钩好之后，一个长针，记得把这根短线跟细铁丝一起呢收到线圈里面去，两边呢是对称的叶子，一个长针，长针钩好之后呢是2个长针，也就是2个2卷长针，1、2。一个2卷长针，再下一个针目，第2个2卷长针，2卷长针钩好之后呢，接下去是一个3卷长针，1、2、3。我们钩织的时候，可能这个线呢会散开，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线呢是多股组成的，我们就是钩织的时候呢，注意一下，就是把它这里这里底下它这样2、2的把它弄过来就可以了。1、2、3，下一个是一个3卷长针的加针，在同一个位置进去，再钩一个3卷长针。这里没钩完的没关系，我们继续把它这样子线圈散开的话，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好
3卷长针的加针，然后再下一个针目是3卷长针，再下一个针目是3卷长针的加针，1、2、3，两边呢是一个对称的，再钩1、2、3， 3卷长针的加针，接下去再是一个3卷长针。假如说，我重新来吧。这里，假如说背面的，就是这根线的话呢，就是你不够长的话，就不用管它也没关系，就不用一起，就不用理它了。1、2、3， 3卷长针，接下去是2个2卷长针，1、2。再下一个针目，再是2卷长针，1、2， 2卷长针，再下一个针目一个长针，个长针，在最后一个针目一个短针，钩好之后，跟第一针这里做一个引拔连接，拉紧。钩一个起立针，最后一圈的话跟小叶片呢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可以稍稍这个先钩一个短针，短针钩好之后的话呢，给它扣上交扣。我们大叶片的话呢，跟小叶片一样，就是这样子全部都钩好了之后，留的长度的话呢是这个一个、2个，剩下2个的一个长度，剪断它。拉紧，然后这一边的话呢也一样，给它拉紧之后剪断。再呢就是一个大叶片跟小叶片的一个组装，我们现在呢就把它完成就好了。就是刚开始这里也一样，我们给它这样子先进行一个缠绕。这里的话，你想要它长一点的话，就往外拉一点；想要短一点，就想让它近一点，这个都没关系，就靠近一点。可以这样子旋下来，旋下来大概呢，我们看一下，大概是叶片的，我们看叶片这么高，这里大概呢，这个也没关系，你自己的一个大概是叶片的2/3或者是差不多的，看一下，我们把小叶片呢给它这样子加上去，要比它这样略低，要比它这样略低。2片给它略低，其实是小叶子的话，你未必2片叶子会一模一样的。手工的魅力就在这里，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呢不会是一模一样的，它都会有细微的差别，就像自然界的叶子一样。好，我们这样子先呢给它这样子放着好了，一边一个这样子给它这样子放在这里，就差不多的样子，我们给它这样子放着，就让它这样3根放在一起，比那个大叶子稍微比它要低一点，稍微要比它低一点这样子，然后我们把它一起缠绕进去，就一起给它缠绕进去，往下。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就最好这样子给它缠绕下来会更好。然后缠绕好之后，你可以给它这样子一个掰开的一个形状就可以了。你看，可以这样子给它一个掰开就好了。好，先不用管它，要拉紧它，然后给它这样子往下缠绕。差不多也就够了，缠绕到这里也差不多够了。然后我们这根线也一样，把它放在这个细铁丝的中间去，放在中间去。
就先不用这样子，不用管它好了。到时候我们跟花杆缠绕的时候呢，一起把它缠绕到花杆里面去就好了。这里就这样子好了，先放在边上备用哦。最后呢，就进行一个组装了。组装之前，我们这个花朵因为很大，所以它的支撑力一根花杆是不够的，我们要用3根花杆给它进行一个支撑。3根花杆的话，我们先把一边呢这样子齐平，然后拿出我们的胶，家里有这个玫瑰的话，最好有这种胶枪，这样用起来会更方便。然后你这个时候可以给它预热一下。然后没有胶枪的话呢，我们就直接用打火机燃烧胶棒。记得要用蓝色的火焰烧，一定要记得，不要用那个上面黄色的烧。然后先在底部给它这样子固定一下，这个是底部哈。然后在另外一头也要给它固定一下，就三个铁丝。哎，这里的话呢，固定的时候你给它稍微要按压一点时间，不然的话它等一下它就脱落了，就按压一点时间。然后在另外一边也同样的用胶棒给它先固定一下，先给它这样子固定一下。固定好之后的话呢，我们再考虑，等一下我们给它这样捏一下。这边已经固定好了，然后它干了之后呢就固定好了，没有干之前的话就没有固定。先给它这个花杆3根这样子，这样三角的形状给它先固定。固定好之后，我们看一下，我们是先在那个小叶片这里开始做的。小叶片这里我们是一个螺旋往外的一个过程，这样子螺旋往外的过程。我做好的那一朵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一般录制视频之前的话呢，都会先自己把它录好了就做好了之后，然后把中间遇到的问题呢跟大家就讲解一下，可以避的一些坑给大家讲一下。好，这里好了之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要把这个花杆的话呢，首先是小叶片这里进行一个包裹，就是小叶片这里进行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包裹起来，这样子花的花瓣的形状呢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我们的花杆呢是从这里穿进去的。好，我们先把花杆这里的话呢，你可以在这里，好，我胶枪这里可以了，可以直接在这里涂抹胶，就是整个花杆这里。刚开始这里可以涂多一点没关系啊，就是我们在这里给它，先在这里给它固定一下，然后呢是一个是这样子往里凹一下，另外一个在那个先给它这样子固定一下，按一下哦哈，让它在这里面固定好，然后另外一个是这样子包裹起来的。就是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小地头呢，是到最后固定用的。好，看一下，就是这里，如果你感觉在里面这里，就是它不够牢固的话，你可以这里枪再打一下，但是够了的话，你就不需要，你可以在这里加固的时候，这里再加一下，加一点，然后另外一边的话呢，我们就挡在这一边就好了，就挡在这一边，给它呢包裹过来，这样子往上一个包裹过来，这样子。先按压一下哈，我们每一圈的话呢，都要给它按压一下，等它固定好了之后，这个呢就形成了我们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小圈圈。然后接下去的话呢，我们就是依次的给它这样包裹起来就好了。第二层的话呢，就是这一边，我们记得这个小地头这里一定要是齐平的，然后上面就是这个地头这里，就是这里跟这里每一片叶片的话呢，都是要齐平的。好，我们先在这边上挡胶，
就是在涂抹在这个边上就好了，这样子涂抹到就是短针的部分，上面部分不要涂上去，就短针部分这里好。然后跟我们这里的话呢，这里不是有一个凸起的地方吗？凸起这一边就是这里，在下面对齐，然后凸起这一边给它这样子按压一下，这里齐平。包裹过来之后呢，然后这一边的话呢，就是你看一下这里包裹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在这边打胶，手小心哈，你不要把自己给弄受伤了，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下面垫一下吧，这个胶水会溢出来。然后最后下一片的话也一样，我们是从这里它差不多对过来，我们这里，然后呢往边上往这边这样子包裹过来，这样子包裹过来。我们这一片包的时候，就是把这一片呢给它这样子包裹过来，就是稍稍比它低那个一点，就是下面这里一点点，然后在这里往那边包。也不用挡太多的胶水哈，胶水下面一定要齐平，记得哈，下面呢一定要齐平，下面这里的地头一定要齐平。然后往这边包，给它这样子包裹在里面。一层一层的往外包裹就好了。然后我们这个颜色包裹完了，接下去是中号的，也是一样的，我们是从下面边上的位置这样子往那边包裹，是比它稍稍的底部要对齐，然后稍稍这样子靠过来，这样子稍稍靠过来。就按照它贴合花朵的纹路，就直接给它粘合好了，其他就不用管它。底部这样对齐，就按照花朵的底部，按照这样子一圈一圈的往外弄就好了，其他你就不用想着怎么样，就按照花的这样子的形状，就是按照你自己画的形状，下面对齐，上面的话呢，就是一圈一圈的往外扩展就可以了。手小心哈，不要弄受伤了。不要弄受伤了，然后下一个就稍稍的要比它靠里面一点，不要太那个。底部对齐，然后这样粘合，粘合好之后呢，就是往边上来，就是往边上来。底部对齐，每一片的话都要一个按压，所以的话，我们这个的话呢，最好是有胶枪的话会比较方便。没有胶枪的话，我们只能是每一步都要用打火机燃烧，然后再到下一片。哎呦呦，手小心哈！我这里不小心的话，就碰到它会很烫，很烫的。然后再下一片，这样子一片一片的往外包裹就可以了。
底部要对齐啊。就稍稍要往上拉一点，不要让花朵，小心烫到手，不要让花朵呢越来越往下。就是下面这一片呢，比上面一片的话呢，都会一个往外稍稍一个扩中的那个感觉哈。好，搭叶片了，我们就是一层一层的往外一样包裹起来的那种感觉，可以稍稍这样子往里打一点，这样可能不容易伤到手。然后每一片的话呢，就是比它那个稍微靠近这一边来一点，然后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往外的一圈一圈的往外的包裹的感觉。哦，要先这一片会更好一点。我打了这一片。要挡的话呢，就是我们看一下，要挡在靠近这一边，这样一圈一圈往外包裹。我这个先不用吧，等下那边粘了会不好看。就是要先挡这一边这一排，不要弄混了。干了再说。就这样子，每一片的话呢，都是这样子往外一个包裹就好了。这一片也一样，这样包裹的时候呢，这个往外的，然后这里的位置，看，稍稍的这样子理一下，有意思的往上面的方向呢，给它稍微拉一下，这样子。这个是这一边哈，这一边。也是这样子。就有意识的稍稍往上这样挪一下，让它这个花朵呢是一个朝上的，就是这个中心点是一个朝上的一个这样子的过程。哎呦，手小心，一定要小心啊，亲爱的，一定要小心。就是我们这个花朵是很漂亮，但是真的很费，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勾了之后还要花很大的耐心去粘合。这一片，然后给它这样包裹，稍微包裹了一下，稍稍往上面拉的感觉哈，稍稍往上拉的那个感觉。好，最后一片喽，最后一片了。最后一片的话，也要这里干了就没事了。刚才我怕粘到手，所以我们粘的每一片看到没有，都是这个底部的话呢，都让它保持这样子一个齐平。然后粘这一片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就是让它就是往上拉一下会更好一点。然后到最后的一个包裹的话，我们尽量跟第一片这里有一个粘合，就是拉过来一点，跟它最好有一个这样子的交接。看一下，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花朵的话呢，整体呢就做好了。这样子就做好了，做好的这里的松一点或者紧一点粘合的话，看你自己的一个手法都可以的，有可能是松一点，也有可能是紧一点。然后的话呢，就是一个固定，我们把这个胶先拿掉，然后这里不是有一个顶部嘛，我们要
可以拿出我们的这个细铁丝来，这样子，我们不是有这个细铁丝吗？我们可以给它在这里给它进行一个缠绕，地头这里，或者是这里给它拉紧，给它细铁丝，我们用这个细铁丝给它拉紧的话呢，可能会更牢固一点。这样子的话呢，它就特别的牢固。看到没有？这样子一个地头这里。用细铁丝给它一个固定，或者是你拿出线来也可以的，就是直接用线系也可以，就是你用细铁丝这样子固定的话呢也可以哈，就是然后在这里再绕个圈，然后再往里挡，这样子，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哈。然后如果是你说这个细铁丝，不想用这个细铁丝的话呢，我们用什么办法哈？我们看一下，我们用多种办法让大家可以选择。就是这个地头这里，我不用细铁丝也没关系，就是你拿出线来，在这里系一下也可以哈。我们拿出线来，最好是2根线，有一根留长，然后有根在这里，记得给它拉紧，这样子拉紧，这里再给它拉紧，拉得很紧，要用很多的力气拉。很多的力气拉，这样子拉好之后，这样子拉紧了之后的话呢，然后我们这里挡结处理，给它挡结处理。其实用线的话也可以，线的话更柔软一点。这样子一定要拉紧哦，一定要拉紧，这样子可能会更柔软一点。不用细铁丝的话。好嘞，这样子固定好之后把它剪断，包括呢这些杂七杂八的，你也可以把它剪断了，没关系，因为我所有的东西呢都要包裹到花蒂里面去的，花托里面去的，直接剪断它就可以了，这样子。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把它重新给它消枪挡回来，现在先给它挡回来，拿出我们做好的一个花托。我的花托呢，在这里做好的一个花托来，然后呢，这里有一个顶部，给它这样穿上来，从这个底部给它这样子穿过来，这里给它穿过来。你可能就是这个花托的时候，可能穿的时候，这里的缝隙不是那么的大，拿出我们接嘴镊子给它戳大一点。没关系哈，因为这个是收线圈，最后收的，你没有收的那么紧的话呢，它就不会那么大。收的那么紧了之后的话呢，可能就是，你这里穿的话，因为是3根铁丝嘛，有点难穿，有一点难。然后旋转一下，给它穿进去。没事哈，哎，我都离开视线了，没关系哈，我们给它这样子穿过来。如果说你发现这里有点难的话，你可以拿钩针这里给它挑松一点就可以了，没事的哈。就是这个花托的，我们刚才收线圈的时候，可能收的太紧的话呢，你可能就这里，因为1根铁丝的话是好穿的，我们3根铁丝的话呢，就是会有一点难度。好，给它这样穿过来了，之后呢，给它往上撸上去，这样子，看到没有？这样子的话呢，下面呢是一个，就是一个花托。花托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地头在的那个地方，我们呢最好在这里的话呢，也给它就是放上胶，这里给它放上胶。放上胶之后的话呢，就是让它粘合的更牢固一点。好，随意的这样放上就好了。然后呢，把这个花托呢就往上捋就好喽，就直接往上捋。就这样捋了之后，先给它这样子进行一个固定。固定好之后，接下去每一个这样子的小叶片的话呢，我们给它固定到上面去。
固定到我们的上面去。然后这里的话呢，我们注意一下，就是涂敲的时候呢，就是不要把所有的涂到所有都涂光，我们就涂中间一点点好了。这里就是下面涂一点点，然后往上就是这里的话呢，就涂到这里就够了，上面这里不要再涂了，就涂这里就够了。这样子的话呢，它会这样子每一片这样子贴上去，找个位置贴就好了。手小心哈，不要弄到把自己给弄受伤了。就下面这样子，它让它有一点点微翘的那种感觉，就上面有一点点让它这样微微翘的感觉，不要弄得很紧实，弄得很紧实的话呢，反而不好看。就是让它有一点点翘着的感觉。这样子我们的花托跟我们的好嘞，这个先关掉，给它这里呢就做好了。做好之后接下去呢就简单了，就我们把线拿出来对它进行一个缠绕就好了。这里的话呢，就是不用留太长，留稍微短一点就好了，这样留短一点。然后拿出我们这个线。我们这个线的话呢，也差不多跟它一样，差不多留这么一点点，跟它一起这样子粘着，然后呢，绕线绕过来，这样子绕线。绕的时候注意一下，我们要一圈一圈的往下绕，不要把那个留出缝隙来，缝隙来会不好看，也不要在同一个地方呢，绕线，绕的话呢，这样子也不好看。看一下，就一圈一圈的往下绕，然后有这个小细头的时候往下捋一下。我们现在用3根花杆的话呢，它这个支撑力呢就很好了。然后到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稍稍的这样子用旋转的方法，可能会更方便、更轻松一点点。但是注意一下，就是要把它没有有缝隙的话，你往里面这样录一下，让它呢，因为把里面的那个花杆的颜色呢录出来的话呢，会不好看。好，我们大致这样的时候的话呢，看一下这个叶片的一个距离，我们正面呢是朝上的一个，我们这样看下来的话，就是这个花看下来的话呢，这个正面呢是朝上的，你这个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距离话，跟它花齐平的话，这样翻下来看的话，也是个比较好看的。我们呢给它这样子，这个叶片的话呢，可以给它这样子加上去了。加上去，然后呢，这根长的线，这根线给它可以剪断了，这里这根线给它剪断就好了。短的线，好，我们继续往下缠喽，快完成了。这一朵泰国玫瑰确实是很费时间，但做好的成果确实会惊艳到我们，很漂亮。好嘞，我们呢就是给它这样子一起缠绕下来就可以了。然后这个细铁丝这里有长有短就不用管它，我们就一直往下缠，把它一起全部呢都缠到我们的花杆里面去就好了，大家不用管它，就这样子。因为它的花杆呢是有点重，所以的话呢，我即使是这样子缠绕的话，这样子转的话也是转的是有点吃力的，因为这个花朵真的很重，做好起来真的是重工。哎，
即使是你看看我，就是录一个组装的视频，差不多现在都是差不多24分钟，差不多半个小时了。这确实是。胶可以给它挡起来了。哦，确实好累啊，还不如我这样子旋转吧。旋转也可以，旋转更花时间。哎，这样子好一点，你自己看一下吧，怎么方便怎么来。但是要注意一下，就是把这个花叶子的话呢，全部都要缠绕进去，露出里面的就是花杆来会不好看哦。就全部给它这样子缠绕进去。哎呦，好颠累嘿！找一个，我现在发现了，就是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很清楚？我找了一个桌角作为支架，这样子的话呢，这样旋转的话就没有那么累，就感觉好，这样好很多。哎呦，手小心哦，这里有吸铁石。我们到这里旋到最后的差不多最后的时候，我也可以给它这里挡一点胶哦，手小心哦，差点挡到自己的手上来，涂一点点胶就好了。然后我们把它这样子给胶这里一步一步的往下缠绕，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不容易脱胶。这样子，然后最后的话呢，我们胶在这里再打一下，在底部的话再给它涂抹一下，这样它就不掉落咯。包括底部的那个，给它这样子用胶给它做一个水晶的保护层。像水晶一样的保护层。好的，这样子的话，我们泰国玫瑰呢就做好了。我现在这个叶子的支撑力会很好，你想要什么样的形状都是可以的。然后玫瑰的话，我现在这个做起来的那个撑起来的感觉呢，就是比我之前的这一个的话呢，这个的话呢就是更紧实一点，然后看起来朵呢会小一点点。然后我现在视频录的这样子的话呢会更大一点，大家看自己的喜欢，就是你紧实一点的话就包裹的时候会紧实一点，然后松一点的话呢，就这样子大一点也会很好看的，就看你自己的喜欢咯。好，祝大家幸福快乐，拜拜。